你们有没有发现，美国硅谷科技公司的 CEO 都是印度人？大家好，这里是前所未闻，一个和钱有关的频道。谷歌、Adobe、微软和 IBM 都是由在印度长大的人经营的。最新加入这些行列的是推特首席执行官帕拉格·阿格拉瓦尔，他接替了杰克·多尔西的位置。在美国，来自印度的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但美国硅谷的劳动力中有6%都是印度人。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来自印度的科技 CEO 呢？2014年，萨蒂亚·纳德拉接任微软首席执行官时，公司状况不佳。据报道，比尔·盖茨是一个脾气暴躁、难以相处的老板。接替者鲍尔默显然也没能好转微软的状况。微软就像一只垂暮的恐龙，很久未能创新。比如，他在智能手机大战中输给了苹果。随之而来的 CEO 是印度人内德拉，他从微软小职员做起，最终成为总裁。内德拉改变了微软公司的文化，他明确表示愤怒和大喊大叫是不受欢迎的。他还试图让微软多元化发展。他说：“我们现在需要让微软在移动第一和云服务第一的世界中茁壮成长。”在他的带领下，微软将其软件转移到非 Windows 设备上，并扩展了云计算商业 Azure。这种解决问题的创新精神是在他的祖国培育出来的。印度有近14亿人口，它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2人口大国，预计将超过中国。中国目前是几年来人口最多的国家。尽管印度取得了显著进展，但贫困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印度近1/4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90美元的贫困线以下。他们面临腐败、基础设施落后和机会有限的问题，所以他们学会了坚韧、适应和克服无尽的障碍的能力，这使他们成为问题解决者，这是任何公司的关键资产。桑达尔·皮查在接管谷歌后，不得不需要解决许多问题。2015年，在大科技公司被审查中发现其拥有的权力之际，他成为了科技界一位更友善、更冷静、更温和的领导者的原型。皮查在一所印度理工学院获得了工程学学位。印度理工学院有点像印度版的麻省理工学院，录取率极低，据报道仅为1%或2%。皮查毕业后，他以斯坦福大学硕士学位的形式拿到了去美国的机票。进入美国顶尖的研究生院是许多印度人梦寐以求的机会。他们似乎遵循着这条经过实践的道路。他们先在印度一所很棒的学校读本科，然后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他们在那里学习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在美国，每年会有超过1半的国际学生在过去攻读过 STEM 学位。美国移民局更青睐具有专业技能的人。皮查毕业后，持 H-1B 签证到麦肯锡咨询公司工作。H-1B 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员工，其中许多人与 IT 领域相关。2020年，美国政府向印度人发放了近75%的签证。相比之下，中国远远落后于印度，排在第2名，为12%。这么多印度人会说英语，这在西方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他们对美国的商业文化感到满意，可能是因为美国的繁荣。在 IT 行业，比起在班加罗尔、金奈和海德拉巴的家乡，他们也更愿意到海外工作。据中国教育部统计，80%的中国留学生毕业后会回国发展。中国企业家更喜欢在国内创办自己的公司。阿里巴巴被称为中国的亚马逊，腾讯拥有微信使用的短信应用程序，并在国内拥有12亿用户。华为是科技行业的巨头之一。中国从制造业中心向科技业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的政策转变。7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鼓励外国企业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开始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另一方面，印度面临着太多人才永久离开这个国家的问题。据联合国统计，该国的海外移民人数最高时达到了1750万。在2020年，越来越多的印度人放弃护照成为美国公民，这一点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人。然而，来自印度的人才外流的趋势可能正在开始消退。越来越多的印度本土创业公司正在成为独角兽，也就是说，这些公司价值10亿美元或以上。根据数据平台 Trust 统计，印度在2021年共创造了47只独角兽，而在2020年，这个数字还只是17，在以往过去的几年里甚至更少。科技生态系统得到了软银等实力强大的投资公司的支持，他们一直在向印度初创企业注入资金，但为了吸引更多的人留在他们的祖国，这些公司工资将有赶上西方国家的趋势。根据在线招聘平台 Dice 的数据，美国科技员工的平均年收入约为 9.8 万美元。印度的科技员工的工资差别很大，根据就业网站统计的科技员工的中位数年收入大概在2万美元到 3.3 万美元之间，这使他们成为印度收入最高的一群人，但仍然远低于他们在美国的收入。随着印度初创企业的蓬勃发展，工资也在增长，这可能会对未来希望出国的人的数量产生影响。
有趣的是，这些科技巨头的 CEO 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在技术工程方面有着深厚的背景。好了，今天的前所未闻就到这里，喜欢记得点赞、订阅加分享，谢谢你的观看，我们下一期再见。